从罗马抵达比萨，在比萨游览了一天之后，接下来坐火车前往文艺复兴的重要发源地佛罗伦萨。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，我就可以到达佛罗伦萨。今天晚上就在佛罗伦萨住，希望在天黑之前可以赶到。Go！ 现在要买去佛罗伦萨的票，它有中文的页面。它这个你可以在这个购票机上买，也可以在前台购买。现金8.9欧，差不多63块钱。这么大一张票。好了，已经买好车票了。哇，这个佛罗伦萨的火车站看着好大，跟那个罗马的有一拼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而且大家有听到狗叫声吗？就他们这边的火车、地铁、公交，宠物也是可以上交通工具的。哇，我出来了。哇，我快到了！现在这边是那个佛罗伦萨中央市场，晚上也是挺繁华的哟。OK， 我的酒店到了，就是这一间 TIAN， 到了我要住的地方。我觉得还不错吧？为什么视频拍出来之后就觉得好简陋啊？但实际上还不错，对。然后看一看这个阳台，明天早上应该是可以看到，这边正好可以看到佛罗伦萨的地标。大家早上好啊，刚洗完澡，太阳还是很刺眼，对，一如既往的刺眼。然后在这个大的阳台上可以看到百花圣母大教堂。我第一次住男女混合的情侣，而且大家都直接把衣服脱得精光，丝毫也不避讳。幸好我比较 open， 要不我真的有点受不了。然后昨天晚上遇到了一个阿根廷的小哥，他是一个纹身师，非常的帅。他是从阿根廷先来意大利，然后再去德国，再去英国。会有一些顾客跟他预约，对，然后边旅行边工作这样的感觉。他跟我说，他在23岁的时候呢拍过喜剧，然后现在已经是他拍的第3部影片，对，是那种长的电影。他说是跟他比较感兴趣的小伙伴一起拍的。昨天我看了一个预告，真的感觉非常的专业，真的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斜杠青年，什么叫追寻自己的梦想。而且跟他聊起来之后，就觉得是一个生活态度非常积极的人。他那个纹身我看了一下，跟我平时看到的那种纹身都不一样，就不是那种很图样化的、很模式的、很死板的，不是，他那个是非常的有自己风格的，所以怪不得有这么多的粉丝和这么多的人去预约他做这个东西。那今天我就会去城里兜兜逛逛，然后带大家一起去领略一下佛罗伦萨的风光。那我们出发吧。我们现在正在佛罗伦萨的一条老街上，非常有意思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集市。We can together。
哦，拜。佛罗伦萨是中世纪时期重要的文化、商业、金融中心，被认为是文艺复兴的诞生地。这里是但丁、达芬奇、米开朗基罗、多纳泰罗的故乡。接下来我要去但丁故居，在佛罗伦萨出生的，他的墓在拉文纳，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落叶归根。但丁故居的票还是挺贵的，8欧，然后也没有学生票。我进来了，其实我特别的震惊，就是大家可以看，这里面有一个藏品，就但丁的手记居然可以保留到现在，他当时出版的书可以保留到现在，好厉害啊！面前的这个门，我刚以为这是3个镜子，结果我靠近一看，刚才吓我一跳，里面是他原来的卧室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谷歌地图上给但丁故居打分打了3点多分，一个是因为它的票太贵了，然后也没有学生票，而且即使是有一个但丁的卧室之外，它看起来也像是新造的。然后里面主要是用一些投影仪啊，然后一些展板啊，然后向你展示一下但丁的生平，大概8欧元，在里面转大概5分钟到10分钟，确实展馆很小，而且内容确实不丰富。反正我的建议就是，既然门票也这么贵，然后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，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就是在外面打个卡、拍拍照、看一看就行了，就没有必要进去，真的没有必要进去。这次来佛罗伦萨的重头戏来了，我要去那个乌菲兹美术馆，然后我已经做好了排大队的准备，因为等，这条街上全是人，有看到吗？我的天啊，太夸张了吧！大门看起来非常的平平无奇。乌菲兹美术馆，虽然我老忘记它的名字，真的是心心念念了很久要来看的。对，来佛罗伦萨一定要来乌菲兹美术馆。学生票是2欧元，对，相当于差不多14元左右。乌菲兹美术馆的建筑最早追溯于1560年的市政司法机构办公室，后美第奇家族不断将其收藏品存放于此。波提切利的著名画作《春》、维纳斯的诞生、拉斐尔的金枝雀圣母收藏于此。此外，还有鲁本斯、卡拉瓦乔、瓦萨里、丁托列托、米开朗基罗、契马博埃等绘画大师的名作也收藏于此。这个厅就到了非常著名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。接下来呢，我就打算去学院美术馆。学院美术馆里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藏品，大卫的那个雕像。只要是学生的话，就是免费，正常的票价是12欧，差不多要将近100块钱人民币。我刚进第一个大厅就被惊艳到了，有没有？我带大家看一下。
身后就是非常著名的大卫雕像了，我们就近距离的去看一下。我相信大家一般看到大卫都是在他的正面，那接下来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大卫的后面，一个非常丰满的臀部，然后还有一个非常肌肉发达的背部，真的太美了。其实文艺复兴的风格更加的艳丽，然后画的人的表情更加的丰富，没有中世纪时候那么的僵死，包括他的人物也更加的饱满，包括对人体美这样的一种描述也更加的娴熟和开放。夕阳应该还有，对。然后接下来我将会走路去米开朗基罗观景台，可以看到整个佛罗伦萨城。哇，看我身后已经可以微微的看到一些佛罗伦萨的夜景了，继续往上上，马上要胜利了。我的天啊，还是赶上了。诗人徐志摩曾在1925年站在这里创作了翡冷翠的一夜，笔调细腻，情绪复杂，身处异乡，思念远方的恋人。只愿天空不生云，我望得见天，天上那颗不变的大星，那是你，但愿你为我多放光明，隔着夜，隔着天，通着恋爱的灵犀一点。6月11日1925年，翡冷翠山中，徐志摩。近100年后，翡冷翠山中，田谷园，我，他，站在同处，正隔着距离的时间切片相望。我念着他的诗，我，他，我们一直都在。要了一个皮蛋豆腐，然后这个是海鲜炒面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笼包。走了，阿姨，大家可以来这个店，叫唐朝。哇，刚才真的好热情啊！就是那个阿姨跟那个姐，然后他们居然是天津南开区的，太亲切了！哇天啊，这个回忆一下子就勾到了我的本科生活。走之前呢，我还是觉得这家旅店也可以推荐给大家。通过住这样的青旅，你还能认识到不同的朋友，非常干净，然后也正好在佛罗伦萨的市中心。去火车站之后就回罗马，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